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许多人认为人生是一场修行，或者认为努力、坚持和忍耐是生活中理所当然的事情，是一种美德。但是这种想法真的正确吗？这种生活方式能带来真正的幸福吗？读完本书后，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巨大的误解。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的是小林正观先生所著的《幸福的人都知道的快乐人生的30个法则》这本书。让我们开始吧。今天的视频内容如下：第一，人生不快乐的人，如果从今天开始做这些事情，那么乏味的生活就会焕然一新。第二，只有幸福的人才知道的极致享受生活的魔法方法。首先，我们来解释第一部分。许多人认为人生是一场修行，或者是一条充满艰辛的道路，亦或认为人生本来就是痛苦的。您是否也有这样的想法？或者您认为努力、坚持、忍耐、咬紧牙关的生活才是这个世界上生存所必须的，是理所当然的生活方式？当然，每个人都有自由去思考这些问题，但坦率地说，这是一个误解。因为这种生活方式会让您被痛苦和辛苦的负面情绪所支配，所以更重要的是学会享受生活。即使在相似的境遇下面对相似的事情，有些人会感到辛苦，而有些人却始终面带微笑。同样的环境中，有些人感到幸福，而有些人感到不幸。这实际上是因为他们的看法不同。那些能够感到快乐和幸福的人，往往是那些善于发现和享受生活乐趣的人。在任何情况下，发现乐趣和幸福是可能的，只需稍微改变一下看法，痛苦就能变成快乐，您的生活也会因此焕然一新。当然，突然让您改变看法或学会享受生活，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困难。这时，这本书就能发挥作用了。这本书总结了30条享受生活的法则，通过遵循这些法则，您可以彻底改变看法，最大限度地享受生活，随时随地感受到幸福。那么现在让我们开始探讨本书中的内容。我将从这本书中精选出几条我个人认为特别重要和出色的法则，逐一介绍给大家。首先要介绍第一个，只有那些总是幸福的人才知道的享受人生的法则之，无论是幸福还是不幸，成功还是失败，都是由自己决定的。听到这里的您，现在感到幸福吗？还是感到不幸？您觉得自己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呢？您觉得自己被困难包围了吗？还是觉得自己被朋友围绕着呢？其实这些感觉都是由您自己决定的。正如作者所说，您的幸福与否，您的成功与否，您的人生是否顺利，都取决于您的内心。即使在别人看来您处于不幸的境遇，但如果您自己觉得幸福，那您就是幸福的。反之，即使在别人看来您拥有金钱、地位和家庭，十分令人羡慕，但如果您自己觉得不幸，那您就是不幸的。这里有一个关于2位鞋匠的故事。2位鞋匠来到了一个国家，发现这个国家的所有居民都不穿鞋。看到这一情况， A 先生说：糟了，这个国家根本卖不出鞋。而同样看到这一情况的 B 先生则说：这个国家有无限的市场。这个故事说明了，即使在相同的情况下，不同的看法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论和结果。所以，学会从积极的角度看待生活中的一切，是享受人生的关键。1年后，这2位鞋匠来到了邻国，这个国家的居民都穿着鞋。A 先生看到这种情况说：糟了，这个国家的人都已经有鞋了，这下一双也卖不出去了。而 B 先生则说：这个国家的人100%都知道了穿鞋子的好处。这个故事说明，即使面对相同的现象，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读。正如您从 A 先生和 B 先生的例子中看到的那样，眼前的现象无论如何消极的人总会从负面的角度去看待，而积极乐观的人则会从正面的角度去看待现实。也就是说，即使面对同样的现实，是选择积极的看待还是消极的看待，完全由您自己决定。我们应该选择那些让自己感到快乐和幸福的看法，而不是刻意去负面解读。所谓的客观不幸和客观悲剧并不存在，只有认为不幸和悲剧的心态存在，一切都是由自己决定的。不幸这个现象本身并不存在，只有这种认为它是不幸的心态存在。
幸福不是像钻石或金钱那样有绝对价值的东西。世上并没有一个被所有人认同的绝对幸福。那么，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，人们还不停地谈论幸福呢？也就是说，幸福只存在于您自己的心中。当您认为自己幸福时，您就是幸福的。那对旁边的人来说，可能不是幸福，但这完全由我来决定。假设现在眼前发生了一件事，如果您认为这是一件糟糕的、不愉快的事，那么这件事在你眼中就会变得糟糕且不愉快。这件事只会悄然从您身边经过，最终消失在您的意识中。反之，如果您觉得这件事很有趣，它就会变得有趣。换句话说，所有的一切都是由您自己决定的。您是否幸福，是否不幸，是否成功，是否失败，是否是您的敌人还是朋友，这一切都是由您决定的。如果您不做出这些决定，那么所谓的敌人、朋友、成功、失败、幸福、不幸这些概念都不存在。接下来，我们将讲解第二个，只有那些总是幸福的人才知道的享受人生的法则，淡然地接受不合理和无法理解的事情，并且始终保持微笑。在我们的生活中，难免会遇到许多不合理和无法理解的情况，事与愿违，在我们的人生旅程中并不少见。然而，真正坚强、真正享受生活的人，会淡然面对这一切，并带着微笑继续前行。在现实社会中，几乎没有人能够完全掌控周围的一切，即使有，那也只是极少数的情况。每个人都会遇到不如意的事情，都会遭遇到不合理的事情，这并不是您一个人的经历。因此，不要因为这些挫折而气馁，只需淡然接受，并带着微笑继续前进。在人类的历程和人生中，失败是常有的，不如意的情况可能更为常见。因此，学会微笑，淡然地接受这一切，这才是真正的力量，也是真正的坚强。当我们面对压力时，学会将其视为生活的一部分，这样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加轻松自在。我们如何看待眼前的情况？这是一种心态问题，也是我们内心的问题。实际上，如果我们不将某些事情视为压力，那么就根本不需要去解决这种所谓的压力。比如，假设有人在工作或家庭中说了一些冒犯您的话，您可能会感到愤怒，并且想反驳说：“我也是拼命努力的呀。”如果您生气并反驳，那么您就会感到愤怒和压力。但是如果您能够笑着说：“是啊，我就是个笨蛋”，并将其轻松地接受，那么一切都会变得轻松愉快。换句话说，接受一切并不将其视为问题是很重要的。当然，要能够像这样轻松地处理压力，可能需要一定程度的练习。但是养成不感受压力的心态，将问题视为不存在，会使生活变得更加轻松。我鼓励大家尝试去淡然面对问题，不要让自己被情绪左右。进行不反应的练习，就是在面对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时，不发表任何感想，就像一个呆呆地坐在那里的人一样。我们称之为无敌。那些不与任何人争斗，而是接受一切的人是无敌的。无敌并不是因为他们打败了成百上千的敌人，而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敌人。无敌的状态意味着不再将事故或麻烦视为问题。最简单的麻烦处理方法是根本不去处理。对于各种情况和现象，都要以平和的心态接受，不对不合理、无法理解、压力等做出反应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对这些事情反应过度，或者每次都被情绪左右，那么您的自律神经会受到干扰，您的心理状态会变得不稳定，甚至会影响到身心健康。因此，作者希望大家能够坚持不对事情做出反应，不为自己生气，接受一切，为自己而活。接下来，我们将讲解第三个，只有那些总是幸福的人才知道的享受人生的法则。珍惜那些只用爱来对待您的人。在您的生活中，一定会有那么一些人，他们对您的爱是无条件、无私的。比如说，您的父母，他们可能就是那些给予您无私爱的人之一。或者不仅仅是您的父母、兄弟姐妹、亲戚朋友，甚至是您的伴侣。只要您回顾一下周围，一定会发现至少有一位无条件的爱着您的人。比如对于作者来说，他的父亲是一个严厉的人，经常会把他从家里的后门赶出去。据说在寒冷的冬天，他被赤脚扔出去。当后门被关上时，隔壁家的门立刻打开，隔壁的阿姨走出来，并说：“快进来吧。”然后递给他一个饭团。
那位隔壁的阿姨一直都对他很好，从来没有对他说过什么不满或者严厉的话。这样的人即使不是亲人，也一定会有。要真心珍惜这样的人。坦白地说，在现今社会，能够无条件地给予爱的人，实在是非常罕见的。我们大家都清楚，很多人在人际关系中都会遇到问题。有些人可能会受到欺骗、背叛，导致他们对人类失去了信心。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中，能够毫无保留地爱您的人是非常罕见的。因此，如果您遇到了这样的人，他就是您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。当你感到痛苦，丧失了对他人的信任时，要牢记那些曾经只用爱对待您的人，真正的珍惜他们。此外，当您遇到困难时，肯定会有人毫无条件地帮助您，这些人同样值得您的珍惜。相反，当您陷入困境时，如果没有人伸出援手，那么这种关系就无法称之为真正的人际关系。如果在困难时期无法互相帮助，那么这种浅薄的人际关系根本不值得拥有。建议大家回想起在自己困难时给予帮助的人，并继续珍惜他们，在他人需要帮助时也要伸出援手。希望大家尽量减少与那些无关紧要的人在一起的时间，以便更多的与那些重要的人共度时光。幸福与人际关系之间的关系也值得探讨。真正的幸福是被温暖和爱环绕的状态。很多人误以为成功就等同于幸福，或者达成目标就等同于幸福，又或者赚取大笔金钱就等同于幸福。但实际上，这是错误的观念。真正的幸福来自于与亲密的朋友相处，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，就会感到愉悦和幸福。真正的幸福不在于个人的成就，也不在于财富或事业的成功，而在于与充满温暖和爱的人相处。这些人不仅可以是家人，也可以是同事、朋友或恋人。从科学的角度来看，我们已经知道，幸福主要来自于人际关系。因此，如果想要获得幸福，我们应该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人际关系中，而不仅仅是专注于工作。这是我一直在提醒自己的事情。我热爱看书，也喜欢我的工作，所以有时候会倾向于独自待在家里，而忽视人际关系。但我会及时提醒自己，不要忽视人际关系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。无论成功多大，财富多富有，最终我们仍无法在孤独中感受到幸福。即使成为了孤岛上的亿万富翁，也毫无意义。那些忽视重要人际关系的人，应该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无论如何，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建立丰富的人际关系，因为只有从这里才能真正获得幸福。在第二部分中，我们将继续介绍只有幸福的人才知道的极致享受生活的魔法方法。首先，我想介绍的是人生极致享受的魔法方法1，那就是了解，只要珍视眼前的人和事，人生就会有意义。现在，请问大家是否正在珍视眼前的人和事呢？很多人总是过于担忧未来，或者沉浸在过去的事情中，而忽略了眼前存在的人和事。然而，作者指出，如果我们能够珍视眼前存在的人和事，那么人生就会变得充实。现在让我来举个例子来说明吧。假设有一家拉面店，10天前有10个客人，5天前有5个客人，昨天也只有1个客人。今天店里碰巧有一位客人进来时，他一直在担心店会不会破产。当他端出拉面时，不小心把手指放进了拉面里。客人提醒他时，店主却毫无头绪地说：“没关系，我不烫。”其实客人是说手指进入面汤里不干净，但店主的思绪全部在内耗会不会关门倒闭这些事情上，根本没把客人的话听进去。虽然这是个笑话，但也让人深思。这位店主一直只顾着担心客人减少，他用了99%的精力去担心未来的事情，导致无法做出美味的拉面，他也无法很好的服务他们。如果他能够更关注眼前的人，把精力用在为今天光顾的客人提供美味的拉面上，也许明天会有更多的客人光顾。通过这个故事，我们可以理解，重视眼前的人和事，珍视眼前所要做的事情就足矣。实际上，人生可以有意义，我们无需为其他事情纠结。然而，我们常常将99%的精力用于担忧未来，而忽略眼前的事情。
我们不需要过多思考如何取得成功，赚取更多金钱，只需专注于眼前的事物。这其实就是说，要珍惜每一个当下的时刻。我们的人生由我们自己书写，无需为过去的遗憾感到后悔，也不必担心未来。只要专注于珍惜今天，专注于活在当下，努力生活就足够了。如果我们能专注于当下，集中精力生活在此刻，那么许多好运自然而然的就会降临。例如，苦难、烦恼和忧虑会自然而然的消失。我们的痛苦和忧虑通常来自过去和未来，所以要集中精力在当下，不去考虑过去和未来，专注于当下，还会减轻压力，因为我们能够远离过去的遗憾和未来的担忧。同时，专注于当下还会减少情绪波动，让我们能够以更平静的心态度过每一天。另外，通过专注于眼前的情况和任务，我们能够更有效、更高效的工作，这毫无疑问会极大的提升工作的生产力。同样，如果我们能够珍视眼前的人，并与他们建立更深层次的亲密关系，也是完全可能的。在人际交往中，我们是否经常只考虑未来而忽视眼前的人呢？让我们进入第二个人生极致享受的魔法方法。人生的前半段是追求，人生的后半段是放下执着。我们的人生有出发点和折返点，就像马拉松赛道一样，设定了折返点。而对于人类的生命来说，假设寿命是80岁，那么折返点就在40岁。如果一个人在70岁离世，那么他的折返点就是35岁。考虑到现在被称为百年时代，对于许多人来说，折返点可能在50岁左右。因此，我们应该意识到，人生的前半段是追求的阶段，而后半段是放下执着。人生的前半段越努力追求，后半段就会越轻松自在。在人生的上半场，怀有强烈的追求心，追求真正渴望的事物和喜欢的事情，不仅能够使事情顺利进行，还能够促进个人成长。相反的，在人生的前半放下执着，会成为自己行动和努力的逆风。即使想要挑战各种事物，但却成为踩下刹车的原因。因此，人生的前半应该顺着心中的渴望，尽情的奔跑，不受束缚；而当超过折返点，进入人生的下半场时，就需要放下固执和执着，要舍弃对年轻、美貌、体力和精力的过度追求。实际上，随着年龄增长，体力和精力都不如年轻时那样充沛，无法像年轻时那样努力工作，与父母、配偶、多年的朋友告别，子女独立等。人生的下半场充满了告别的连续，随着年龄增长，不可避免的会失去更多，因此我们需要适应失去的过程。在面对失去时，我们需要在内心培养一种不执着的态度。在人生的下半场放下执着的心越强，人生就会变得更加愉快。如果追求的心太过强烈，总是想要这个那个，追求力量越强，反而会遭遇更多逆境。事实上，或许人类天生就是如此。年轻时充满野心，追求力量强大，随着年龄增长，慢慢变得稳重，像懂得酒的味道一样。放下了执着，就能够满足于现在的生活。如果无法在年老后放下执着，或者追求心过于强烈，那么可能会出现问题。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。我认为，现在处于人生折返点附近的人，以及已经过了折返点的人，都应该重新审视未来的人生。希望您能再次思考如何度过人生的后半段。后半段的生活方式完全由您自己决定，您必须自己下定决心，并承担责任，做好准备，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。有时候困难和挑战可能会困扰您，因为生活中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挑战和麻烦，无论是健康问题、家庭矛盾，还是职业挑战，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。尽管如此，您仍然必须独自应对生活，因为您的人生只有您自己来经历。在人生的后半段，您需要开始放下执着和固执。比如，过去一直专注于工作的人，可能一直追求成就，追求高职位。但是在人生的后半段，您需要开始放下这些追求，或者放下那些并不真正重要的人际关系。当然，在年轻时，为了工作而巴结老板，参加不喜欢的社交活动，可能是必要的。但是，当进入人生的后半段时，这些就不再重要了。您可以逐渐放下与自己不喜欢、不舒适的人的关系，
不再需要与给自己带来不愉快的人打交道。此外，很多人在过去常常被责任感所困扰，但当进入人生的后半段时，应该解脱自己。在后半段，不再受到必须做某事的束缚，而是要牢记自己的优先事项，并以此为基础，自由地度过人生。同时，也要放下完美主义。完美主义是压力的根源，它妨碍了人们享受自由和丰富的人生。实际上，世界上并不存在完美的事物，因此追求完美只会带来失望。另外，也要放下对他人的期待。在年轻时，我们可能努力回应他人的期待，但当到达人生的折返点时，我们应该开始意识到顺应自己的价值观和欲望的重要性，应该逐渐放下对物品的执着。年轻时可能会向往名牌商品、豪车、名表、豪宅等，但在人生的后半段，应该放下对这些物质的欲望，也要放下对不必要物品的执着。随着退休的临近，我们当然有理由精选不需要的物品，并储蓄金钱。但科学已经证明，持有过多物品会带来各种不利影响。显而易见，如果拥有大量物品，清理和整理将变得非常困难。积累过多物品会导致清理和整理变得耗时繁琐，最终导致房间凌乱、不卫生，甚至在房间内也感到不安和不舒适。因此，我们必须牢记的是所有权成本这一概念。我们虽然拥有物品，但却必须不断为管理、整理和维护这些物品付出成本。坦率地说，我并不渴望拥有奢侈品或高级物品，因为对我来说，为了管理和维护它们而付出的成本太高了，让我感到非常不便。我知道，拥有的物品越多，需要处理的琐事就会越多；相反，物品越少，就能够摆脱管理和维护的成本，让人感到越来越轻松自在。在心理上来说，拥有过多物品也是不明智的。杂乱的环境会扰乱内心的平静，导致压力和焦虑。如果您感觉心情不佳，家里是否乱糟糟的呢？在混乱的环境中，很难让心情平静下来。因此，我建议首先整理房间，以改善心理状态。在人生的后半段，让我们放下对物品的执着，尽量摆脱不必要的东西。同时，在后半段也让我们放下坚持和忍耐的观念，让自己更加轻松自在。在过去，我们都不可避免地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忍耐，无论是渴望娱乐却不得不加班，还是在周末放不下工作，为了家人而努力工作，甚至不得不向讨厌的老板或合作伙伴低头。工作和私人生活中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忍耐。然而，当我们步入人生的后半段时，我们应该摆脱这种忍耐的束缚。后半生应该是放下忍耐，自由地追寻自己生命的轨迹的时候。特别是在过了50岁之后，我们应该放下对金钱的执着，根据自己的理念来规划财务。有些人可能需要彻底改变过去的金钱使用方式。处于人生折返点附近的人，过去一定积累了一定的财富，并且用这些财富换取了有价值的东西，因此可能还保留了一些财富。相反，那些过去在无价值的东西上过度花费的人，可能已经没有钱了，甚至负债累累。根据过去的金钱使用情况，到了50岁左右，人们之间的差异可能会非常大。那些过去不善于理财的人，应该好好审视自己的金钱使用方式。他们应该思考，在有限的人生中要赚多少钱，花多少钱。你也需要思考自己的寿命大概会活到多少岁，因为这将直接影响您未来的支出。虽然我们无法准确预测何时去世，但大致上了解自己可能的寿命范围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这对于规划人生至关重要。最近经常听到的一种说法是，日本人在临终时拥有最多的钱，这是因为他们对退休后的不安感过于重视，因此不愿花钱，试图积攒更多的财富，结果最终却未能花掉这些钱，就这样去世了。我们无法把钱带到另一个世界，所以为什么不在健康的时候好好的花钱，创造一些宝贵的回忆，享受一些快乐的体验呢？因此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应该认真考虑我们的财务规划，以免在去世前后悔不已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
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